你知道世界上最寒冷的厕所是什么样吗？这里是世界上最寒冷的人类居住地，最低温曾达到令人颤抖的零下71度，距离北极圈300公里，但却比北极还要冷。每年冬季长达7、8个月，当地人是怎样在如此极寒之地生活的呢？我开着车从中国出发，自驾来到这里，俄罗斯奥伊米亚康，并在这里生活了1周。首先我们看看在最寒冷的人类永居地，当地人的居住条件是怎样的。现在是奥伊米亚康早上9点半，我们看看现在的温度到达了多少。哇，零下51度，今天早上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51度。昨天晚上奥伊米亚康的温度应该在零下55度左右了。今天就要开始在奥伊米亚康的活动了，先把保暖措施做好。这个是手握式的发热的暖手宝，待会如果把手拿出来拍摄，手会迅速的冻僵，就算戴着手套也会迅速冻僵。把这个暖手宝放到手套里面，会延缓一下。发热的鞋垫拿出来就可以用，先把它放到鞋里。如果说它不发热了，我还有一个可以接充电宝的一个发热鞋垫，在极低温度下保护好手和脚是最重要的。早上的10点多，接近11点了，这个村子里面还是非常安静啊，因为现在最冷的时候了，基本上除非必要，没有人在外面活动。会以为这里是很多房子被废弃了，其实并不是，每栋房子里几乎都有人住，只是确实太冷了。后面这个冒烟的烟囱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工厂啊，它是奥伊米亚康这么一个只有500多人的小村子的集中供暖，地底下都是永久冻土层，所有的管道线路都是从地上面铺设的。这边冬天特别冷，而且冬天也确实时间太长了，所以说这个小的村子他们也有这个集中供暖。我沿途从那个西伯利亚地区穿梭过来，沿途也有好多的村子，他们都是没有集中供暖的，但是这个地方它不一样，因为这里是地球的寒极。所以视频开头世界上最寒冷的厕所是什么样，这个主题只是我在奥伊米亚康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极寒之地的生活在我这个外来人眼里一扇猎奇的小窗，透过它我们能看到这里生活的艰辛。我现在还在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奥伊米亚康的民宿里面，现在屋外面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52度，今天早上啊，现在屋里面的温度大概在30多度，室内外温差有80多度。看看窗外一片银装素裹，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房间，就是一个像是睡在沙发上一样，除了床和桌子暖气之外其他也没啥了。好像最主要的问题在厕所在哪儿上呢，还没有问呢。有旱厕，我把我给一下子说懵了。这个俄语里头有旱厕这个词。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是从你心里到他的心里，而是在奥伊米亚康，瞬间穿越室内外近100度的温差，去屋外上个厕所。万幸中的不幸，我在这里住的民宿恰好就只有这个条件。虽然老板娘做好了饭，但是不看一眼厕所，我一颗心始终是悬着的。于是穿戴好所有衣服鞋帽出门，看着这素雅铁皮屋敞着的大门，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死了。看看在这个零下50多度的环境里面上厕所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首先说一点，这里不臭，没有任何的异味，因为零下50多度什么东西都冻住了。它是有暖气片的，这个东西存在一个 bug， 必须一直通电才会在你想上厕所的时候进来，它是温暖的，一直24小时插电，它不现实。所以说这个厕所就像一个零下50多度的大冰箱，大家看到这些墙角的地方都已经有霜啊，来这边上个厕所可能生病了。在这种环境下上厕所只有一个要点，就是快，一定要快。平时不是特别好的人啊，应该是很痛苦的，在厕所待太久是会失温的。但凡身体和意志不匹配，你会非常的痛苦。奥伊米亚康的厕所并不仅仅是厕所，它还是我这个来自遥远又温暖的北纬30度的游客窥见地球寒极生活的窗口。这个窗口给了我身体与心灵双重震撼。即使今时今日奥伊米亚康家家户户有暖气，但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还是能看出寒冷，极度寒冷留下的印记。这就是我在奥伊米亚康住的民宿啊，我们看一下他们这边奥伊米亚康人住的房子是怎样的。这个门开始就是最外面就是一个隔间，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中转间啊，对外面是特别冷的，跟室外的温度其实是一样的。然后进来了这里之后呢，这是一个换衣间啊，这地方
基本上外出都会穿厚衣服嘛，衣服都会挂在这个位置。然后这里是洗手盆，在奥伊米亚康这边呢，热水啊是怎么来的？水又是从怎么来的呢？我们先看热水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这个加热器，直接把这个水打开，很快就能出热水。但是这个热水不太，这个东西不太智能啊，就是一开经常会手超级烫，稍不注意你的手会容易烫熟。在这个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每家每户用的水又是怎么来的呢？户外现在已经零下50多度了，对吧？他们这当然是没有自来水的。我们看这个地方，这里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大的储水箱，这个箱子里头的水又从哪儿来呢？外面的河难道不结冰吗？那你问到了，他们这儿有一条不冻河啊。为什么几百年前这个奥伊米亚康这么寒冷的地方有人住啊？因为这里有一条河，在冬天都不结冰，所以住在这儿至少能够保证有水源，每家每户都从那儿去打水。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客厅啊。客厅里面，摆放了有好多，就是老板娘为我们这些游客准备的一些关于奥伊米亚康、关于雅库特的一些书籍。然后这边是一个俄罗斯的地图，我们看一下这边罗列了好多的国家啊。其实奥伊米亚康截止现在呢，有2000多名的游客啊。我那天领证书的时候，我是2924个。然后这些游客呢，总共有来自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游客来到了这儿。这里面当然也有中国。我们看里面的房间啊，这应该算是一个会客厅啊。会客厅他们准备的他们的这种室内装饰，就是非常的鲜艳，很花哨的啊。然后有大量的这种用真皮真毛制作的那种装饰和垫子。这个墙上呢有一个，这个是猛犸象的装饰啊，这上面的毛摸上去好像是马毛啊。这边的装饰，因为奥伊米亚康人其实最主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就是以狩猎放牧为生，捕鱼，狩猎放牧捕鱼为生，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装饰中也有很多的这种真皮真毛的装饰颜色。这是一个过道啊，这个过道，但是呢这里有几个小朋友的写真，特别可爱啊。我估计是那个房东奶奶的孙子曾孙啊。那他们穿的这些衣服就是萨哈人的一个传统服装啊，非常的可爱。这是给我的第一感觉，他们的喜欢用的这种色彩呀，还有一些装饰的风格，我觉得跟蒙古族特别像啊。据说萨哈人雅库特人，他们其实是这个突厥人的后裔。好，现在进入重头戏了。这个房间啊，这个房间不是我住的，在隔壁。我的房间跟这差不多，它这个房间是不是就非常的纯粹啊？就3张床啊，每张床的宽度不超过1.1米吧，非常窄的床。这个床其实不是这边特有的，我在俄罗斯住了好多酒店，床啊特别的窄。说俄罗斯人有一种传统，就是要睡窄床，为啥呢？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啊，据说是因为俄罗斯人的传统就是睡觉不要睡得太好，不要睡得太熟，不然打仗了你醒不过来。其实他们家人口也并不少，奶奶有3个儿子啊，然后有11个孙子，当然都不住在一起啊。他们家的院子其实挺大的，但是整个房屋占的面积确实并不大，每个房间也并不大。为什么他们这边的地特别多特别大，但是房子却修的并不是那种无节制的那么宽大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边的资源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充足，他们可能会有一种资源焦虑，盖房子都得消耗资源嘛，不管是树木啊，还是现在来说得消耗钱财，都是会消耗资源的，所以说他们对于房屋的大小会有很节制。奥伊米亚康居民是传统的雅库特人，这间民宿的布置充满了浓郁的雅库特风情。接待我的民宿老板是一位超酷的雅库特奶奶，年近80的她独居在世界上最寒冷的人类居住地，最低温零下71.2度的俄罗斯奥伊米亚康，虽4代同堂，有30多个子孙后代，却独身一人居住在此极寒之地里，极致孤独的生活，人应该怎样度过？初次见面时，我眼中的她不过是一名普通农村老太太，和她一起生活了1周，我发现她活成了我的人生榜样。她写了15本书，一身勋章，近80岁高龄依旧每日写作。她就是我在奥伊米亚康的房东老太太，在这里住上1天需要花费人民币近700元。这个价格确实是不算便宜啊，但是这里面含1日3餐，咱们也来了奥伊米亚康，也体验一下
当地人家的一日三餐是怎么样的？虽然是收钱办事，但老太太准备的饭菜却毫不含糊。从刚开始的我感觉我有点吃不饱，到后来，这可以，这个好吃，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再要一碗。有肉有奶有主食，甚至最后还上了一小碟蔬菜沙拉。蔬菜在这地方的珍贵程度，堪比内陆地区的帝王蟹。我就感觉他把家里的所有的菜、所有品种的东西啊，都拿出来让我们尝一尝。而奥伊米亚康常住人口近500人，是个又小又冷又偏远的地方。要去到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雅库茨克，需要开车2到3天。这虽然是房费里附带的一日三餐，但能明显看出老太太并没有含糊糊弄，令你很难想象，这竟是在地球的寒极。能把一件小事儿做得很好的人，一定能把人生安排得明明白白。老太太年轻时是奥伊米亚康本地学校的老师，培养了8个子女，但因为奥伊米亚康太过偏远与寒冷，子女们没有一个选择留在这里生活。退休后，老人依旧没有离开奥伊米亚康这个极寒之地。极致的寒冷与孤独并不会改变他对生活的安排。他没有时间无聊，夏季时打理民宿，接待客人，迎来送往。但凡吃过老太太一顿饭，就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那股子认真。长达8个月的冬季里，可能1个月都没有一个客人，她也几乎不出门，在漫长的时光里静心写作。我请她一起品尝我从中国带来的茶，她品了一小口，突然笑了，对着镜头说：“我现在好像不太好看，我应该收拾一下再拍摄吧。”晚上7点，老太太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今天要早点休息了，这2晚我都没睡着，写作不太顺利，最近压力很大。”这一刻我惊住了，原本我以为是打发时间的写作，在她眼里却是倾注了不亚于对待一份工作的认真。临走时告诉老太太我要去邻村暂住1晚，她便打电话替我四处打听，最后把所有民宿的消息都搜集清楚了，告诉我。从我来到奥伊米亚康的第1天直到离开，我都隐隐觉得在这极寒之地里，我被某种热量包围。漫长的人生里，与其说我们需要与孤独共处，不如说需要接受人生孤独的常态。孤独并非意味着低谷，孤独不过是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抹底色。怀抱认真与热爱的人生，能令极寒之地升起热量。我用视频记录了我在极寒之境1周的生活，走进神秘、清冷、孤独的表象之下，奥伊米亚康人与寒冷共生的真相。